嗨，我是于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家都了解了吗？它解释了为什么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首次出现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这跟持续的科学发现和创新积累有关。科学有余，年年有余。科学让人民幸福，正是本频道的宗旨。今天聊聊我们的地球。我们脚下的地球看似稳固，其实是个被时间和撞击重塑无数次的幸存者。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段被认为早已失踪的原始地球残迹，那是45亿年前，在地球还没被一场巨大撞击彻底重塑之前的最早的地满物质。地质学家在格陵兰、加拿大和夏威夷等地的古老岩石善本里找到了一种奇特的钾同位素比例，就是钾40，它是钾元素的一种天然放射性同位素，半薛期约12.5亿年。香蕉里也有它，不过不用担心，剂量极低。这些岩石里钾40的含量比正常地球物质还要少一点点，少到就像在一桶黄沙里找出一粒褐色沙子那么微妙。可就是这点少，让研究者激动到不行，因为它意味着这些岩石可能是撞击之前的地球碎片，也就是原始地球的残留物。情形要从太阳系的起点说起。那时，整个星系是一团旋转的气体和尘埃，经过无数次聚合、撞击、融化，慢慢形成了早期的平星。年轻的地球炽热，漾浆翻滚。不到1亿年后，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的天体撞了上来，剧烈到把地球内部完全搅乱。这场巨大撞击不仅重新定义了地球的化学结构，还诞生了月球。科学家原以为这次撞击让所有原始物质都被重置了，老地球完全融化混合，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现在看来，至少有一部分老地球的成分侥幸藏在地球深处，没有被彻底改写。研究团队通过极精密的质谱仪检测出这些岩石中钾同位素的微小差异，并通过模拟推算出这些善本的科学特征无法用地球后来发生的地质活动解释。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物质来自撞击之前的那颗地球原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脚踩的这块星球，身体里仍留着远古的骨头。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原始地球的化学特征与目前已知的任何陨石都对不上号。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在宇宙中找到地球真正的兄弟材料。那些曾经参与构建地球的天体，可能已经在时间的深海中消失了。这项发现不仅让科学家重新思考地球的起源，也提醒我们，连脚下的土地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记忆，有层层叠叠的故事，埋在分子和原子的缝隙里。未来，也许我们能在别的星球，甚至更远的陨石中，找到那失落的拼图碎片。那时，我们也许能第一次真正理解，我们从何而来，又是怎样成为今天这颗被撞击后重生的星球。我是于哥，欢迎讨论科学内容，我们下期见。